女嘉宾为她而来，却遭遇男嘉宾的百般挑剔，她该如何化解？那件不好看，也不好看，看起来显胖，去换下一件嘛。穿起不好看，看起来还是显胖。相亲现场，男嘉宾闺蜜即将现身，她的出现到底有何目的？你还有好久哦？很好的闺蜜，哈儿哈都到了。女嘉宾勇敢告白，看到你还是多喜欢你的，希望你还能给我次机会。男嘉宾有没有被打动？接受女嘉宾的心意，最后牵手成功呢？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不错，看到男嘉宾的第一印象还是蛮不错的，成熟稳重。男嘉宾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住的距离是远，大稻城他住那边，我住南平茶园，我过去的话也很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女嘉宾要如何化解？最终男嘉宾会如何表态？两人的相亲将何去何从？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新号争取，万爱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有喜，我是相亲特派员林欢。那首先呢，要感谢战一生幸福仪式周祝福珠宝提供的奖品赞助，同时呢，还要感谢中国珠宝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播出。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方有一个二维码哈，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它，因为呢，那是真爱网的报名渠道，同样呢，也是可以参与到凡人有喜的节目当中的。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中的这位女嘉宾啊，其实形象气质佳，身高1.7米啊，身材很好。她呢是为了一位男嘉宾而来，而这个男嘉宾呢，在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是引起了热议啊，因为真的长得非常的帅，所以呢，女嘉宾就跟我们的编导取得联系了，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她寻找到这位男嘉宾来跟她相亲。好，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期的女嘉宾。大家好，我叫胡晓，今年22岁，1.7米，现在职业是咖啡师，月收入是3500。本期交友女嘉宾胡晓，22岁，身高1.70米，职业咖啡师，月收入3500元，婚姻状况未婚。看了上一期那个节目，然后觉得那个男嘉宾多好的，又高又帅又体贴，所以今天我为他而来。那这位女嘉宾眼中帅气又体贴的男嘉宾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吧。大家好，我叫陈林，很高兴再一次又来到了凡人游戏。本期交友男嘉宾陈林，25岁，身高1.86米，职业空少，月收入8000元，婚姻状况未婚。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我是真爱网观音桥店情感顾问肥桃。我们的女嘉宾呢是慕名而来，因为她看上了我们节目当中之前出现的一位男嘉宾。是的，那位男嘉宾真的是非常的有特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少出现这么帅的、这么高的，而且工作条件各方面都挺好的男神。但是真的赶上节目来追他的，你还是第一个。果然是一位有颜值的大帅哥呀！在上一次的相亲见面中，男嘉宾和一位外形漂亮、身材不错的女嘉宾约会，最终因为性格不合适而没能牵手成功。而面对今天这位为他而来的女嘉宾，她又会如何反应呢？听说有个女嘉宾想联系我，还长得多漂亮的，我想认识一下，也希望能够给彼此一次机会，我都来了。女嘉宾的照片看了吧？看了。满意吗？觉得还行吗？还行，还行，所以今天约你来见面啊。哎，你今天亲友团没有跟来，你小梗。他今天比较忙，但是我来的时候他给我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上一次我来节目嘛，对。然后那女嘉宾呢问些问题也很敏感。你是说她介意你交女闺蜜那个事情吗？对。但是我后头有看到是她对我闺蜜也是那种很体贴很周到，我爸比较介意那种。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平时接触的女同事比较多嘛。空姐。心里难免会有那种不舒服啊、吃醋啊。都会吵架，那这样也会影响我工作。那所以呢，他给你提醒之后呢？你们编导有一个女生是不是？有。那我们想考验一下今儿的女嘉宾。怎么考验？具体说一下。让她扮演我的女闺蜜。What？然后来测试一下。
就是让我们的编导扮女闺蜜，然后呢，要看我们的女嘉宾会不会吃醋，是不是？是。但是我和你说哟，在我见你之前，我是先去见了女嘉宾的，同样的问题我问过她，你会怎么处理？女嘉宾给我的那个回答是说，如果是我不会太敏感，我也不会吃醋，她觉得她不介意。那万一他这样说，那心里也不是很想的。那我们今天毕竟不是当事人。对，那我们今天都试一下。考验一下。对对对。我们的男嘉宾还是那个慢条斯理、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吧，你帅，你可以这样。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呢，还给我们的女嘉宾带来了一重考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假扮她的闺蜜，看我们的女嘉宾是否会吃醋。这个考验呢，我还是认可的，因为毕竟我们的男嘉宾的工作环境真的是美女如云。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一定的自信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去挑战这样的男朋友，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醋意当中。来，久等了。好，给你介绍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一位呢，就是你要寻找的陈先生，今天的男嘉宾啊。旁边这一位呢，我觉得笑得很甜的女生呢，是胡小姐。好，你好。好，握个手嘛，认识一下，好不好？现在近距离的看到了女嘉宾，评价一下第一印象。还不错。还不错。笑得很甜。笑得很甜。你觉得这种类型怎么样？应该是那种清纯型的吧。清纯型的。那你跟我说一下，现在是真实的见到本人了，跟电视机上面看起来有没有差别？比电视上看上去更帅一些，更帅一些，更让你心动一些。对，今天见面了，有没有什么想要安排的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主意？接下来一步想干点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天又那么热，要不我们找个咖啡厅坐嘛？可以，先坐下，先聊一会儿。你呢？可以，好。看来两人对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只是对于男嘉宾精心准备的考验，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毫不知情的女嘉宾能否顺利通过呢？听说你是咖啡师哈？对。平时你接触的人多不多啊？平时的话接触不到好多人，因为我们都是在里面的。听说你今天专门是为了我过来的，你觉得我是哪些地方吸引住你了？又高又帅，然后感觉看上去又很体贴、很细心的那种，就觉得你挺好的。就给我列个择偶标准又很。谢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得好，也让女嘉宾呢也有点不高兴。看来两人的聊天进行的不错嘛。然而此时男嘉宾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喂，在哪里嘛？我在那个咖啡厅呢，你还有好久哦？要得，好，我们等你。刚刚我有个很好的闺蜜，她都在附近，她晓得我在相亲，然后准备想过来给我把耳关，哈日她都到了，可以，我也多认识你的朋友，也多好的，可以从你朋友那儿多了解下你的那些东西。看到男嘉宾的那个闺蜜来还是多意外的，本来今儿我的闺蜜也是准备跟我一起来的，结果今儿又临时有点事都没来得到。对于突然要来现场的女闺蜜，女嘉宾看起来并不介意。那接下来两人的相处会因为闺蜜的到来而受到影响吗？你来了吧？来，你坐嘛。那是今儿的女嘉宾。你好。感觉你两个关系挺好的。我是她从小到大的朋友，今儿把她参考一下。挺好的，我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闺蜜，只是今儿没陪我来而已。你们坐那么久，水都还没点呢？还没有等你来的嘛。我帮你点嘛，帮你点的，钱买个。
哦，这儿钱包没带。想想你钱包都是那样找了女朋友啊？哎呀，你没得个人干坐到起啊？没有没有，我觉得嘛，要得要得。你喝啥子？你喝点啥子吧？哦，我去帮你随便喊一杯嘛吧。要得。那我都不跟你说了哈。好嘛，要得。看着男嘉宾和女闺蜜熟悉互动，女嘉宾果然很淡定。不知道在看到接下来两人更加亲密的举动时，她还能不能这样淡定了？啊，放电脑。哦，要得，谢谢谢谢。哎呀，我们俩还不说谢谢吗？你俩没话说的吗？准备去说话题是不是？撩妹儿还是很厉害嘛？没有没有，哎呀，第一次看到女嘉宾有点紧张。他在哪呢？她是一个咖啡师，专门做咖啡的。是喜欢喝咖啡吗？这儿来了嘛，女嘉宾喜欢喝。这样就太阳刚减肥了嘛。啊，第一次是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还行吧。跟我比？那个啷个能比啊？跟你在新工地里面也是。还好啦，哎呀，女嘉宾来就不要跟我说了。好的嘛，你们跟我聊嘛，那我就先走了，把别个照顾好哈。好的，走啊，拜拜。拜拜。要不要我送你哈？要送嘛，你就好好跟他聊嘛。可以去送一下。拜拜。看到女闺蜜离开后，男嘉宾就直接问起了女嘉宾此时的想法。你介不介意像我和她那种女闺蜜啊，耍得好的啊，比较亲密啊那种？完全不介意，因为我也有那种耍得特别好的那种男闺蜜啊、朋友啊，也都有啊。哦，但是我工作上，就像你晓得我做啥子工作的噻，但是我工作上也有很多女性的同事，大多数都和她们在一起接触。但那种情况下，你会不会介意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呀。你工作肯定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说也没得啥子的。但是私底下也就不会像那种接触太多的那个女性朋友。我们私底下也没有怎么接触，都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啊，那种倒没得啷个的呀，反正都是同事关系嘛。还没有像上一个女嘉宾那个敏感、小心眼儿，那一点我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女嘉宾通过了男嘉宾的考验，两人的相亲也应该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才对。然而，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意外状况又发生了。你平时喜欢穿那个风格的衣服啊？对啊，我觉得那种衣服穿起来多舒服的呀。觉得女生穿那种 OL 风格的衣服比较显身材，因为平时工作接触的女生嘛，她们穿起制服啊，身材看起来好。OL 的衣服穿起也显曲线，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种衣服穿起来不舒服的嘛，我还是比较喜欢穿那种深女系的，穿起舒服些。那种衣服穿起不好看了嘛。要不我们去逛一下嘛，看我适不适合那个风的。也可以，走嘛，那我们换个地方。看来男嘉宾是对女嘉宾的穿衣风格有些不满意，那女嘉宾接下来的改变是否会像之前的考验一样，达到男嘉宾想要的效果呢？看看这里面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比如你可以让服务员给我们女嘉宾推荐一下下。哎，有没有那种显身材的那种衣服啊？哇，上自己个公高，他别穿这些。一进到店里的男嘉宾就主动为女嘉宾挑起自己觉得比较漂亮而且显身材的风格的衣服。要不都这件嘛，还不错。那你先去试来。女嘉宾拿着男嘉宾挑选的衣服去试衣间试穿，而此时的男嘉宾也没有停歇，继续为女嘉宾挑选衣服。要不那种嘛，我觉得可以。这种哈，哎，你镜头看一下嘛，是一套是吗？哎，这是一套。好淑女，好斯文哦。你觉得 OK 的话，你可以让女嘉宾试一下呀。哎呀，我觉得那件不好看，不衬你的皮肤。觉得不好看吗？不衬皮肤啊？那你自己感觉呢？我也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是吧？去换下一件嘛。换哪一套？那一件嘛，看起还不错。来，显然第一套衣服的试穿效果不太好，于是女嘉宾又去换了第二套。哎，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比那个还稍微好一些些。我觉得那件还显胖。胖。哎，你自己觉得呢？我也觉得显得我很胖。那怎么办？要不试一下那一套嘛？我觉得这一套什么样的？看一下。
啊，我好像比较职业哈。试一下嘛。你就像这套呢？连着换了2套衣服的效果，两人都不太满意。那对于男嘉宾挑选的第3套衣服，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呢？哇塞，好性感！哎，我觉得这套应该说是好像几套里面应该最好的一套吧。我觉得把你身材真的是显得还挺好的。男嘉宾呢？我觉得你那件不好看，而且还是显胖。没有吧？就把身材前凸后翘的显得，就你转一下，转一圈。我们是这样，是给个镜头，对你转一圈，挺好的。你还是不喜欢呢？那要不再换一套嘛？那套我不换了，我直接换回我。在换了3套衣服，而男嘉宾都没有满意之后，女嘉宾终于有些不耐烦了，表示不愿意再换别的了。难道她是要放弃了吗？今天对男嘉宾的感觉怎么样呢？接触之后，还是挺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那可是刚刚我看好像在试衣服环节，最后那里是有点生气了吗？没有，因为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叫我换衣服，本来这些衣服我也不是很喜欢，一直叫我换，我有一点那个不舒服吧，也不是说生气。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去拒绝他？还是我觉得你性格真的很好，很听话了，配合他还是换了好几套衣服。对，毕竟喜欢他的那个嘛，然后就还想尊重他的意见，对，是吗？还是想尊重他一下。那到目前为止哈，你还愿意跟男嘉宾继续下去吗？可以，对。原来女嘉宾并没有想要放弃，但是到目前为止，男嘉宾的态度却是这样的。他在女嘉宾去换回自己衣服的时候，告诉特派员：“这衣服都是你挑的呀。”对啊，说着的。但是我觉得穿起出来确实太胖了，看起。你跟我说句实话，究竟是你对衣服不满意，还是对我们的女嘉宾不太满意？因为我就觉得，明明这里边有几套衣服，讲真的，我觉得并没有你所说的这么不好，但好像就感觉她穿什么你都不太满意。可能是今天对女嘉宾不是来电嘛。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听了，我就问你哈，如果女嘉宾对你有好感，她愿意来争取你，你愿意给她这个机会吗？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了。Oh no！ 可是女生，你看对你的又是一个很大度的女生，然后你之前所担心这种多疑啊、敏感，她又没有，然后性格又很好，她还是很尊重你的意见。你看你这样换什么，还是换了，还是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了。但是我觉得女生不能勉强自己啊，她不想都不想，觉得没必要勉强。那所以你是不打算再继续了？看来男嘉宾是不愿意再继续相处下去，而得知男嘉宾态度的女嘉宾却表示不愿意就此放弃，还是想争取一下，完成一下过来这边嘛。我来都来了，不留遗憾吧，还是表达自己的那种心，对，是不是？女嘉宾真是个勇敢的女孩，愿意为自己再努力争取一下。她的勇敢和真心能打动男嘉宾，选择和她牵手成功吗？我呢，已经一五一十的把你的想法转告了女嘉宾，而女嘉宾呢也表示能够谅解。但是他觉得今天既然都来到镜头前了，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寻找自己喜欢的人，那么在最后这个时间，他也希望你能给他一次机会，给他一次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好不好？好，那你看看有什么想说的就跟男嘉宾说出来，然后我们再争取一下，好吗？从上一期节目看到你还是多喜欢你的，然后今儿又过来看到你，真人多好的。虽然说我今儿有点不愉快，但是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磨合嘛。希望你还能给我一次机会。还是感谢你能够今天勇敢的站出来，谢谢你能够欣赏我，我也很感动。但是今天真的抱歉，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朋友嘛。
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女嘉宾是，失败，表白失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女嘉宾的表情，真的是非常的丧，我也很同情你，因为像男嘉宾这样的男生呢，你可能会觉得惊为天人，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他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说真的，像这样的类型的男生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接触到的人，其实颜值都很高，然后工作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你要去追逐这样的男生的话，你自己的条件最好也是非常好，不然的话，真的没有一个相爱的理由。你们要知道，这种男人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被女人追捧的，他生活在那种表白当中，真的纯真天真可爱的你们，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他这样的男神。你们没有那个金刚钻呢，就不要去揽他这个瓷器活了。所以我觉得喜欢他的女生，我也明白你们的心情因为我的微博里面也收到很多你们想找他想联络他的那些表白。讲真自己回去可以好好衡量一下自己的条件，你是不是能够把他拿下不然的话，可能很多的表白都会像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一样，得到一个失望的回答。好，那当然了，如果说电视机前有喜欢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毕竟我觉得女嘉宾的性格是那种非常温柔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男生喜欢你的。对，然后呢，至于你的话，长那么帅，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你的个人问题，但是呢，毕竟曾经你找到过我们，对不对？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帮你物色到一位适合你的女生，好不好？好的。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不错，看到男嘉宾的第一印象还是蛮不错的，成熟稳重。男嘉宾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住的距离是远，大稻城他住那边。我住南平茶园，我过去的话也很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女嘉宾要如何化解？最终男嘉宾会如何表态？两人的相亲将何去何从？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2轮相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也是一位老朋友，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的非常能干的一位单亲妈妈。她到现在呢还是独身一人，但是不知道经过上一次的没有牵手成功之后，她是否改变了她的择偶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了解一下她。大家好，我叫主播，又来到凡人游戏。还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哈，我叫主播，身高1.63米，体重是53公斤，然后现在从事职业是工程上的一个资料员，工资收入在5000元左右。本期交友女嘉宾周波，32岁，身高1.63米，职业工程资料员，月收入8000元。婚姻状况离异，小孩跟对方。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周小姐。在上一次的相亲见面中，周小姐和一位年龄30岁、从事手机维修工作的张先生，因为他性格内向又不够成熟，而最终没能牵手成功。那再一次来到凡人有喜的他，择偶要求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再次来到凡人有喜，希望找到自己一个称心如意的另外一半。上一个男嘉宾是因为我觉得他身高矮了一点，然后没得很成熟的一面，所以说都没有。然后个人收入在5000块钱左右，然后平时整坨加起的话又差不多有8000块钱左右。我希望我另外一半的工资要高于我，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进入的是2个家庭的模式，能养活2个家庭的，所以说我都希望另一半的工资收入要比我高。女嘉宾择偶要求的变化：一、身高高一点；2、月收入要比自己高。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约会的第2对男女嘉宾。我们的女嘉宾呢，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上一次给我的印象也蛮深的，因为她看上去就是那种非常良善的类型而且是坚持不化妆不打扮，头发那样扎着，真的你要换个发型，因为不然的话会显得你的那个脑门特别的宽女嘉宾这次呢是明确了自己的择偶要求，希望男生呢个子高一点，月收入呢应该要超过他自己
他自己的收入可是8000以上，也就是说他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收入至少应该是1万以上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一个男人他的颜值看着还过得去，个子也因为你1.63米嘛，你希望他个子高一点，然后月收入又过万的话，而且还成熟稳重，我会觉得他的选择很多，不一定是你哦。根据女嘉宾现在的择偶要求，我们为她寻找到今天这位许先生。那许先生的要求，他又能满足吗？大家好，我叫徐强，今年28岁，身高1.68米，现在从事强制强部施工员，月收入大概2至3万左右。本期交友男嘉宾许强，28岁，身高1.68米，职业强制强部施工员，月收入2万至3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小孩跟前妻。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是2011年左右结的婚，当时他是我的员工，后来我没去理发店噻，他还是理发师，因为他做理发师嘛，我做强制强部那个嘛，工作不一样。2-3年前嘛，然后我出来一次车祸，当时昏迷了27天，他当时和我父母合不来，性格合不来，再加上他在理发店的诱惑还是有人大，然后就离婚了。我想找一个就是持家一点嘛，内心善良一点就行了，其他没什么要求了。男嘉宾的择偶要求：1. 会持家；2. 内心善良。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男嘉宾，我听了一下男嘉宾说自己的身世，真的是一个大写的惨字。昏迷27天还能重返人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虽然说回来之后也是跟自己的前妻离了婚，相当于说遭受了生命当中的2次打击，但是我们的男嘉宾还是顽强的活了下来，并且现在事业还蒸蒸日上。虽然说男嘉宾的身高只有1.68米，但是呢，感觉到这样的男人经历过这么多，性格也是比较坚韧的，经济收入呢也是跟我们的女嘉宾相当的般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今天的相亲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今天咱们这一对嘉宾的相遇呢，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同命相连”来形容。你今天要见的这位女嘉宾呢，跟你之前的遭遇差不多，但是可能身份不同，她也是跟她之前那位的家庭呢不太合得来，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小事情，所以也想跟你沟通清楚，她是有过婚史的，然后现在她的女儿呢是跟着她的前夫的，好，但是她有一个优点，就是人真的是特别的朴实，也不太多话，就是那种平平淡淡型的。对呀，我就现在就是想找一个那种平平淡淡，不化妆啊，不怎么打扮的什么，就是这种。既然我觉得今天咱们找了一个那么适合你的人，我们也希望你们的见面能够圆满大家就放下以前心里的包袱，好好的去做交流，怎么来规避以后在家庭里面再次出现的这种矛盾，因为他真的心里也有这种阴影。好吧，加油！好，谢谢哈。好，小徐，我们这个女嘉宾呢，已经在这个花园里面等着你了。接下来呢，就要靠你自己了哈，去跟她打一下招呼。来，那边看到了吗？哪里啊？看到了，那边。哎，你好美丽。你是李嘉宾哪家？你好，你好。刚刚那女娃呢，看到第一面呢还是可以，她没化妆啊，不打扮的不妖艳啊那些，感觉还是可以。好尴尬，哎，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很素打扮的人？对呀。他说他就是要找这种。你也不要担心，我跟你讲，今天你们俩真的要放下包袱。刚才我跟他讲了你之前的情感状况，所以放下包袱，你们俩都要放下包袱，好好的见面，不要太腼腆了，男人。好，想想怎么去约会，好不好？看到男嘉宾第一印象还是蛮不错的，成熟稳重，还是有点安全感，可以继续的了解一下。你平时除了上班都没耍了下？没得，没耍过？没得。平时周末接娃儿。你娃带了吗？我娃儿蓝屏是要去。哦，那我也说蓝屏的。你哪的？蓝屏茶园。你个人住还是跟你妈那儿住？妈那儿在工地上班去啊。你妈那儿在工地上班？在工地上面做钢筋那些。你做啥子的？我是做强部软装工生。做室内装修的。做装修软包噻。那算半个同行呀，我们。也是那个好用。我做资料的，工程上做资料的。工程上做资料。
哦，那可以噻。你有啥子要求的人？给下头只要啷说，只要持家一点儿，心里没一点儿然后都行了，不要那种内心来很想法很那种，我觉得都很恼火。心里面简单一点，是不是？对头，简单点。我就属于那个太简单那种人，因为我不喜欢过太复杂的。只要没啥心机，我觉得都好。看来两人还是很合拍的，聊天也进行得非常愉快。然而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却让原本活跃的聊天氛围渐渐变得尴尬起来。你哪一年的？89年。我有点好小。好小啊！你好多年？我85年的，我大你4岁。你85年几月？7月。7月啊！哦，那你比起我姐姐还大些。比姐姐还大？啊，你像我年龄都大你，我年龄都比你大。反正我觉得是还对噻，那个还是有点那个了。我年龄比你大那个。啊，那个我觉得有点。其实我觉得都是那个年龄的问题了哈。了解过后，我觉得男嘉宾还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他年龄有点小，但是我不介意。对于这个突然爆发的年龄差问题，虽然女嘉宾表示不介意，但是此时的男嘉宾却偷偷的告诉我们，他觉得和女嘉宾不合适，感觉还是有点不合适那种。哎，你现在担心都是觉得年龄大了，是不嘛？我除了年龄这一块啊，除了年龄就是比你大之外哈，其他的方面哈，说就抛开年龄不说，你觉得其他方面合不合适啊？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也不合适啊。他长大稻城，他住那边，我住南平茶园，我过去的话也很远。那你想找一个哪个地方的呀？南平的，南平那街。看来两人距离相隔太远，也成了男嘉宾觉得两人之间不合适的原因。那得知男嘉宾想法的女嘉宾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跟我们说的是，觉得你的年纪稍微有一点点大，所以我们也征求你的意见，愿不愿意争取？如果愿意争取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如果男嘉宾介意的话，我不愿意再争取。因为我也觉得他年龄有点小，但是内心来说他还是比较成熟，谈吐各方面都还算可以。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段婚姻，所以不愿意去勉强任何一段感情。对，因为前一段婚姻的时候本来就比我小1岁半，现在又找一个比我小4岁和4岁多的，怕的是再重蹈覆辙，这是一个。第二个，虽然说现在从谈吐各方面觉得比较成熟，但是不代表以后生活能成熟。好。尊重你们的意思，怎么讲呢？两个同命相连的人走到一起来相亲，走到这样的局面，只能说4个字：好聚好散。我把男嘉宾叫过来，好不好？好 ，OK。好，男嘉宾，来，好，2位站在一起吧。好，相互之间都没有要往下发展的进一步意思，所以就和平的握一下手吧，给对方一句祝福。祝你早日喜临门。祝你，谢谢。好，我要提醒男嘉宾哦，你一直说你想不要找一个太过妖艳的女人，要找一个素颜一点的，所以一定要讲清楚，你要找的是素颜的刘亦菲，还是像我们女嘉宾这样素颜朴实的，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谱，好吗？对。OK， 好，谢谢我们的女嘉宾，我希望你能够有一天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哈，忘记过去，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男嘉宾呢觉得女嘉宾比自己大了整整4岁啊，这一点他很不满意。想想男嘉宾今年28岁，也许他想找到的是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颜值可能要更美好一点的这样一个女朋友。所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可能会相杀，并不是曾相识。好，刚才那位女嘉宾已经离开现场。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女嘉宾，在和男嘉宾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呢，是有2位女嘉宾，以防第1位没有牵手成功，所以她现在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但是因为下班高峰嘛，所以我们就只有等。可以，没什么问题啊。哎，我有疑问呢，就是真的男人们永远不说实话，说，哎，我不喜欢女朋友化妆，我要找这个女孩子，我不喜欢浓妆艳抹，然后我喜欢素颜的，结果真的给你们找了一个素颜的，你们又不喜欢素颜。不是，刚才那位确实怎么说啊？年龄的话要不大4岁，对吧？一般找女孩子嘛，然后一般男孩子就稍微大点嘛。
打一水啊，打凉水嘛。然后但是刚才那位打了10岁，就确实有点不合适。她比我姐姐大5个月。等于说一个女孩子嫁进你家，除了面对你妈妈之外，还要面对你姐呀？不是，我姐已经结了婚了，她肯定说怎么过年过节啊，怎么肯定要面对我姐嘛。好，就这样讲吧。你喜欢的素颜，可能真的就是素颜起来很美的那种。对。好，没有关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就怀揣着一颗期待的心情，等待我们的第2位女嘉宾出现。好，要得，谢谢。那即将和男嘉宾见面的第2位女嘉宾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吧。大家好，我叫钟丽，今年25岁，身高1.63米，目前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月薪大概在3000多左右。本期交友女嘉宾钟丽，25岁，身高1.63米，职业行政，月收入3000元以上，婚姻状况未婚。我的择偶条件的话，我觉得外表不重要，主要是看男方的工作能力方面，因为我现在想赶紧就是成一个家，然后就比较看重男方的经济能力条件，这样的话以后生活才会有保障。女嘉宾的择偶要求：1. 外形不重要；2. 工作能力强，有稳定的收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2位来相亲的女嘉宾。这位女嘉宾呢，我估计可能会符合我们男嘉宾的审美，因为够年轻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她还很喜欢做家务，又喜欢养花花草草，比较有生活的情趣，应该是男嘉宾喜欢的类型。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相亲，最后能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你等一下，我来切吗？你先走，不要偷看。好，我们没有等你，因为太晚了，所以但是他是为你准备的晚餐，你有吃吗？有吃过一次。好，来介绍一下男嘉宾。你好，美丽，我叫徐强。徐强。我见到女嘉宾第一印象是比较清纯，看起还是可以嘛。大概离婚了好久了吗？婚了4年了。没得小孩了吗？有小孩。现在好大了？6岁了。6岁。好的。反正我的生活情况，反正老实说，反正我不晓得你这边介意的是有没有对，结过婚，这个还好，我也没多大要求，我只主要是另一半的话，他是比较有工作能力的，因为我想，结婚之后，如果是我在家带小孩也好，因为我不想可能工作太繁重了嘛，我就希望我自己的生活简单一点，然后你愿意出去打拼的话，你出去打拼，我给你管家里面就可以。我就是想要的是一个维持家一点伟大的家庭一点，但是我现在月收入吧，可能达到2-3万左右。甚至有时候更高，4万左右。其实我觉得一个小孩跟我的小孩一样，我的收入少了。你是一个人住吗？现在是还是跟父母一起啊？我父母呢，可能那边相当于是个人住。那你现在在重庆是你自己买的房子住的吗？还是啥东西？我那一个月房子那储备的13室那感觉，好那台房子2室的够住。了解了一下男方的工作以及经济条件方面都还是比较满意。反正我觉得看的还是都投缘的那种。哎呦！看的还是那种穿着啊各方面还是。因为可能我生活中相对比较文静一点吧。那比如你性格怎么样？性格还是比较大方那种，但是不是幽默，我就是不是幽默那种。我主要是想知道你平时回不回家呀之类的。平时我平时我觉得还是都不加哦。两人真是聊得愉快呀。然而当女嘉宾得知男嘉宾和前妻离异的真实原因时，她却告诉我们，经过后面的一些聊天接触，我了解到男嘉宾跟他前妻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前妻和他的父母相处不好，然后所以最后离婚了。然后给我的感觉，可能男嘉宾应该是比较听父母的话，而且他父母估计应该是比较强势那种人。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经历婚姻，我想加上我本身是比较文静的人，然后在家里面父母也比较娇生惯养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如果在他这个家庭的话，跟他们父母相处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到女嘉宾如此担忧这个问题，特派员本想对其开导一下，然而女嘉宾却还是告诉我们，他会有所改观呢。再加上你也没有结过婚，他肯定会好好待你这个媳妇啊。那你说的这个他可能也会，但是我就估计应该可能会是前期啊，前期会对你很好这一种，但后期我觉得人的本性是这样嘛，都会慢慢的那个暴露出来。就当然你不可能刚刚嫁过去他就会那样对你嘛，但是我会考虑以后的生活，因为毕竟是要过一辈子嘛，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他家庭的成分这样。担忧男嘉宾父母太过强势的问题让女嘉宾始终有些不放心，特派员只好将此时的情况告诉男嘉宾，而男嘉宾也表示愿意亲自给女嘉宾说明情况，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他的努力又能否让女嘉宾消除顾虑呢？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选择环节。刚才男嘉宾其实跟我沟通了，我也替他说一句话，你担心的问题也可能不是问题，对不对？就是他可能过来，然后可能比如说生病啊这些，他可能过来照顾一下这些，这当然是理所当然嘛。然后平时怎么说啊？平时我们住啊，我们共同生活啊，这些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然后是跟我一起过，不是跟他们一起过。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选择方式就是在我们男嘉宾最后的真诚表白之后，伸出他的手，等待你的手和他牵在一起。如果两个人牵手成功的话，将一起离开现场；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的女嘉宾将转身离开，视为牵手失败。OK 吗？好。反正我感觉和你相处啊，这些和你聊天嘛，感觉的话是一个我寻找了，然后比较顾家的嘛，然后我也是想寻找一个顾家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不好意思，我还需要再想一想。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我们知道，其实相亲不成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就好像我们男嘉宾会找，我觉得女嘉宾比我大了4岁，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借口，而我们的女嘉宾找的竟然是。他跟他的前妻跟他的父母相处不愉快，天哪，他的前妻跟他的父母相处不愉快，这样的借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们在一起有可能他的那个父母对你的感受跟对前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理由呢，成为了女嘉宾今天拒绝男嘉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我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男嘉宾现在说到自己的父母住在工地上，并没有跟自己住在一起。那么男嘉宾，你这样急切的心情虽然能够理解，可是你的父母会一辈子不跟你住在一起吗？现在他们还在工作，那么年龄大了以后呢，你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安排？有可能大家又要住在一起，一团混战，有可能你就会出现女嘉宾所说的那种情况。也许27天不仅是一场车祸重返人间，也是一段婚姻走到终结。那么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悲剧当然不一定是车祸，但是重新跟父母相处，也许又是一道轮回，27天可能又一段婚姻也会因此而终结。所以不管这个借口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女嘉宾的担忧是成立的。男嘉宾，你这个问题最好是在下一次相亲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女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牵到了自己的姻缘，而且还搞定了自己的新房，多么欢乐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喜悦和幸福，一起来看看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位相亲的嘉宾情况又怎么样呢？他性格慢热，月入过万。我是做装修行业的，月收入大概在1万左右。女嘉宾究竟有何急事，让今天的相亲如此急促？所以说你的相亲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着急。两人遭遇了什么情况，让他们如此表态？我的处理方式我不能我能噎死了，我就是说的实话。到现在来说还是一点点不太接受。女嘉宾中途离开，男嘉宾带着礼物追踪表白，最后女嘉宾会出现吗？凡人有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男嘉宾呢，是一位31岁，有过婚史，那么现在从事的工作呢是墙纸技工，每个月收入呢有1万多块钱。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认识一下他。大家好，我叫苏宁，今年31岁，
我是做装修行业的，月收入大概在1万左右。自己有买住房，目前是租房子住。本期交友男嘉宾苏林，31岁，身高1.68米，职业装修行业，月收入1万元，有住房，婚姻状况离异，无小孩。我的择偶要求是年龄在26岁到30岁之间，有无婚史均可以，但是不要有小孩。希望对我的另一半呢不要太强势，因为我的个性呢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不要太物质了，对金钱方面不要看得太重。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年龄26到30岁，不介意对方有婚史，但是介意小孩。二、希望对方性格不要太强势、物质。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约会的第2对男女嘉宾。我们的男嘉宾呢，提了一大堆的要求啊，女生要温柔，脾气要好啊，不要看重物质，不要看重金钱。你提了一大堆要的没的，但是男嘉宾目前我还没有看出你到底有什么优点让女生可以值得去看上呢？是你那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还是面无表情的表情，还是那个像假发一样的发型？开个玩笑哈，你的外形目前看来我觉得是不占优的。那你在接下来的相亲环节当中一定要表现出优秀的，至少比你现在呈现的状态要优秀的一面，我才会觉得你配得上你提出的那些要求。大家好，我叫杨洋，今年28岁，来自江津，从事美容行业，离婚，有个姑娘。本期交友女嘉宾杨洋，28岁，身高1.58米，职业美容行业，月收入5000元，婚姻状况离异，女儿跟自己。离婚主要是因为脾气性格不合，有暴力倾向，然后有了外遇不合，然后我一直都是可能是比较独立，好，然后自己长期一个人生活，从来都没有觉得有个家的一种感觉，然后反正40度也要上班，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人过比较好。长期靠一个人，如果是经常靠一个人支持一个家庭的话，估计会比较心累。如果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的人每天上班辛苦比较累都没得关系，但是主要是不心累多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杨小姐现在的择偶要求是怎样的呢？择偶条件吧，都是40岁以内都能接受，要有房子吧，因为我觉得买房子都没得家的，月收入大概反正能养得起一个家头就说，我不要求特别高，因为可以共同努力奋斗。性格脾气稍微好点的，有责任和担当的，能接受有娃儿的。女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对方的年龄在40岁以内，有住房，收入可以支撑家庭；二、希望对方脾气好，有责任心，能够接纳自己的小孩。苏先生和杨小姐基本符合彼此的择偶要求，两人唯一的分歧点就在于小孩，但是不要有小孩，能接受有娃儿的。那小孩问题会是两人今天相亲的阻碍吗？我们的女嘉宾跟男嘉宾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女嘉宾的形象可以用活色生香来形容，是一个个性鲜明然后比较活泼的女人。但是呢，我们的女嘉宾有一个小孩，之前男嘉宾说过了，他不介意女生是有过婚史，但是呢是不希望有小孩的。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矛盾点，但是实话实说，两个人的外形和条件来看的话是相当般配的。苏宁你好，哇，很不错，这么热的天，一看手上跟我们先提来了慰问饮料。哎呀，这个呢，今天我要跟你交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相亲，因为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她在中午结束之后要马上赶回公司开一个视频会议，所以说你的相亲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着急，用你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女嘉宾，好不好？好。好，哈哈，阿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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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热闹！来，我们先进来吧。这是我们女嘉宾哈，来，这是男嘉宾，来握一下手吧。他很好哎，给我们买了很多的这个冰凉饮料，因为刚才他在等饮料，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想说太热了，考虑到我们工作人员，他也非常的细心。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因为你今天还要回去开视频会议哈。好，来，先坐下来。我的形象还是我满意的，还是比较漂亮。看她的外形吧，勉强，最后我还能接受，我不排斥。看来两人对彼此第一印象还不错，相亲时间如此紧迫，原本我们以为苏先生会抓紧时间好好表现，可是他的状态却是这样的。你想啊，还是有点紧张的。唉，你先说吧。性格慢热的苏先生十分紧张，两人一直没有展开话题，而非常赶时间的杨小姐对此也有些不满。特别的慢热，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着急的杨小姐率先打破僵局，那他们的聊天会顺利吗？我是做美容的，在家长花园那边。现在可以了。还好吧，那个我们是公司里面，就是平时有点忙，可能。公司里面啊，我是搞装修的，贴墙布那块儿，一个月的收入也是7、8千，也是1万多也有，收入不一定。我是买房子的，现在没交房，都是租房子住。买哪边吗？买在华福路。收入和住房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能接受。但虽然说房子是需要还的，但是毕竟有房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有家。然后收入吧，他说8千多1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尽管对苏先生慢热的性格有些不满，但对于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杨小姐还是比较认同，两人的聊天状态也越来越放松。可当苏先生提到自己上一段婚姻的时候，杨小姐又对他的个性生出一些疑虑。我是结过一道婚的，扯证的嘛，反正就是扯证的，离了的。离好久了？离了差不多快1年了。快1年？为哪个离的呀？我和我前妻是在网上认识的，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要求结婚。但是结婚之前呢，他对我很好，都很温柔，所以说我就答应跟他结婚了。结了婚过后不到2个月，他就要求把我的房子写他的名字，所以我没答应呢，我就要求掌握财政大权，我就把财政大权交给他掌握了。结了婚过后啊，他就把金钱看在第一位，2个的感情基本上就没得谈的了。到最后没钱的时候，我需用钱的时候他不拿出来，我就只有向朋友借，我最后没把钱交给他，没交给他过后，他就要求离婚，就这样子就分了，离婚也快，结婚也快。男嘉宾那种结婚的速度和离婚的速度是我有点不能接受的，完全不够成熟想法。思想完全，我觉得我比他成熟的特别多，我比他想的可能要周到些，他想的不够周到，我觉得没长大了感觉。男嘉宾的闪婚闪离史让女嘉宾非常的在乎，他觉得男嘉宾很不成熟啊，说了一堆觉得对这个他过去婚史的一个看法。但是我要问一句话，女嘉宾，你自己的婚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的婚姻很多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甚至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失败呢？其实婚姻失败是跟一个人的判断力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失败的婚姻，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去计较这个跟你相亲的人他的过去的婚史的失败原因的话，那么我觉得再婚的各位都不用再去再婚了，因为大家都会揪住你过去失败的原因不放。失败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我们都是很想朝着成功的那条路去走的。你要看一个人，重点是要看他的现状，看他有没有从前一段婚姻当中学习到什么，改进了什么。如果揪住过去的问题不放的话，我觉得女嘉宾你的缺点不见得比男嘉宾的更少。虽然聊天短暂，可是却波折不断。当提到两人都在意的孩子问题，这会成为彻底拉爆两人聊天的导火索吗？然后有个娃呢是个姑娘，然后现在带我妈给我带进来。
那个娃儿是跟来你的吗？是胖梗那分的，但是出了点问题，然后现在到我们那边，我每个月会给2000块钱。好，然后如果是一起了过后，好，然后自己这边房子有贷款吧，应该。有贷款。哦，有贷款，房贷，好，然后日常开销一个家的，好，然后还有我那边的娃儿的，然后如果是再要个娃儿的，费用会特别大。唉，啊，你觉得你能挣好多来养得起那个家？这个娃儿是觉得以后要跟你在一起吗？还是？因为他爸现在再婚，然后是那个双胞胎，不可能再带娃的，所以说娃儿肯定现在在我那边。我说了一些负担吧，然后我看他的表情吧，虽然说没说啷个，但是我觉得表情还觉得有点为难。如果说我再找一个的话，肯定是需要接受娃的，我不会让娃儿觉得我不要了。那杨小姐的判断是否正确呢？苏先生之前也表示不希望对方有小孩，但是不要有小孩。那在和杨小姐一番了解之后，她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呢？在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虽然她有个女儿呢，还是不算是障碍。这个还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嘛。看来对杨小姐的好感让苏先生抛弃了之前的标准，他对于小孩的态度有所转变。为了向杨小姐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也特地的去准备了一份礼物。带着精心购买的礼物，满心欢喜的苏先生原本以为可以借此打动杨小姐，可回到房间却是这样一番景象。你终于回来啦！女嘉宾已经离开现场了，但是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就给你讲得很清楚，她今天有个视频会议，所以刚才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在跟她做这个思想工作，但是确实她因为必须要马上离开，因为他们那边已经迟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是带着你的礼物，我们去他的公司下面等他，还是你现在放弃？他是不是因为没看上我，还有他有其他的想法？不是，今天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了吧，他确实工作，而且昨天晚上据说很晚才坐飞机到重庆。完成了工作，今天就马上赶来录节目的。如果他有什么想法，他早就跟我们讲了。那就去他公司楼下等他吧。他公司楼下啊，好，很执着的一个人。好，希望你给他买的这份礼物能够打动我们女嘉宾，因为今天突发情况特别多。那现在呢，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马上出发。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等待他的出现，因为天气太热，我觉得连说话喘气都很难受。现在我们的编导正在紧张地联系着我们的女嘉宾，看看她有没有结束她的视频会议，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天哪，你换了一身衣服之后，我觉得有点没认出来你。怎么样？工作结束了吗？没有，还在做是不是？对对对。好，不好意思，确实我们有点打扰你的工作，但是男嘉宾他真的是很热情，带着这个礼物来到现场。好，你先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们2位才行，3个人显得多余了，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心声从你自己的嘴巴说出来。他真的是一个话语很少的人，但是很诚恳。女嘉宾，其实啊，我这个人是比较慢热型的，但是见到你呢，就有点激动，也不得说嘴。这是我给你女儿买的礼物，因为是很小小的礼物嘛，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以后如果是我们牵手成功了，你的小娃儿当我个人小娃儿一样的看待，
没得分个你的我的，都是我们大家共同一起的。3、2、1之后，你自己来做决定。如果愿意的话，接过这份礼物，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不愿意的话，请转身离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给彼此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3、2、1，请选择。Oh no！ 洋洋，虽然天气很热，虽然你赶着走，但是我真的来，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的原因，难道没有看到他的诚意吗？看到了，但是虽然说天气很热，我也很理解，但是我觉得不大适合。你觉得你们两个最不适合的地方是在哪？差异有点大，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两个极端上。我估计我的说话的语速和他交谈哈，我说话我的处理方式，我不能我能噎死了。我就是说的实话，真的。这样一个结果可能是你不满意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么热的天，还是给洋洋握一下手，拿出男人该有的一面。好，就这样吧，做个好朋友吧。虽然没有走到一起，给彼此一个祝福。祝福你找到更好的，找个适合你过日子的人比较好。好，谢谢洋洋，也谢谢我们的男嘉宾。现在洋洋回去上班吧。缘分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没有看对眼，他就会转身离开。我希望你能够不放弃，好不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好，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你给小朋友买的什么礼物，一直没有看到，连洋洋都没有看到，就太着急的走了。今天啊，是一条花裙子啊！哎呀，给他女儿买的，可惜了，没有看到，真是可惜了，非常漂亮。你的心意，我觉得可能洋洋感受得到，电视机前的单身朋友感受得到，把这份礼物保留着吧，万一以后自己有一个女儿可以用呢，是不是？在最后呢，其实我特别想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喜当爹妈。因为对于很多再婚的家庭，或者是说那种勇于嫁给二婚人士的男女们，你们都可能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喜当爹妈。那个孩子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是你跟这个家庭的融入，意味着你要对一个陌生的小孩子付出很多的金钱还有感情。这对于血缘观念超级强的中国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在这里，我真的要奉劝那些希望找一个女人回来当保姆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男人，以及希望找一个男人回来帮自己养活孩子的女人，这些念头都趁早的打消，因为这些问题是你们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你怎么能指望一个陌生人来帮你解决这样庞大的可能影响对方一生你孩子一生的问题呢？我觉得婚姻，尤其是二婚哈，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关系，它绝对不是雪中送炭的。雪中送炭是一时的，如果把希望把负担长久的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牺牲之上，这样的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的。